其实呢，一般来讲，颜色革命呢是由西方国家策动的一个国家体制的改变、政党的变更等等。但是从巴基斯坦目前的国内证据来看呢，好像还不像是一个颜色革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防务面对面，我是王宇田。要说我们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那很多人肯定脱口而出是巴铁。但是最近呢，巴基斯坦国内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方说，就是在巴基斯坦要采购歼十 C 的时候，就有个议员就说歼十 C 这不好那不好。最近呢，巴基斯坦几个在野反对党就对现任的总理伊姆兰汗提起了一个弹劾，就说他现在不合格，要撤换他。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有请王云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巴铁是不是可能会发生颜色革命？巴铁我们的兄弟最近国内的政局呢出现了一些动荡，提出反对意见的呢是穆盟，就是穆斯林联盟的负责人，叫夏巴兹·谢里夫。这个人是曾经当过总理的谢里夫的一个弟弟。当然了，提出这么一个动议，最后呢能不能形成一个决议案，要在4月4号之前议会开个会。议会如果有172票同意这个不信任案，那这个总理就得下台。而其实这个执政党叫正义运动联盟，它的席位数呢占到了179票，反对党就是穆盟只有162票。但是现在这个形势不太稳定呢，就是即使正义运动联盟他们当中呢也有些人呢可能会参加这个反对票的投票，这样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在4月4号之前呢，下一次的议会投票当中真的就通过这个不信任案。当然了，谁来当这个总理呢？因为巴基斯坦的国内的法律和其他还不太一样，就说这个总理必须是由议员来担任，而不是其他国家议员是不能担任这个总理的。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呢，应该说呢和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有关。因为巴基斯坦的经济其实呢2021年呢它的经济增长率呢还可以，达到了3.9%，应该说在疫情当中不低了。但是呢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8%，这个就比较高了，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通货膨胀率的。而且巴基斯坦呢，说句老实话呢，它的 GDP 的这个总量大概只有印度的大概70%，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呢也比较大。这个国家有能源，比如说有石油、有矿石，按说呢，如果经营好了，也不至于这个经济状况呢到今天这个程度。所以呢，反对党提出这个意见，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你是18年担任总理的，已经有几年了，经济没有任何起色。外界传呢，就是说会不会发生颜色革命？其实呢，一般来讲，颜色革命呢是由西方国家策动的一个国家体制的改变、政党的变更等等。但是从巴基斯坦目前的国内证据来看呢，好像还不像是一个颜色革命，但是政权更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有很多人关心包括我自己也关心，巴基斯坦一旦政局变化和中国的关系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呢？其实我认为不会。巴基斯坦目前呢有3个主要政党，一个就是现在的正义运动联盟。你看这个伊姆兰汗对华还是非常友好的，包括刚才您提到过，在独立日我们的歼十 C 到巴基斯坦这个刚降落的时候，伊姆兰汗他去迎接去了，还亲自坐到驾驶舱了对，这是一个。穆盟就是反对党，穆盟历史上对中国一直友好，就是现在这个夏巴兹·谢里夫的哥哥担任总理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谢里夫和中国关系也很好。还有一个巴基斯坦人民党，人民党担任这个执政的时候，那时候穆沙拉夫对中国也非常好。这3个主要的政党，其实呢，不管哪一个党派上台，对于中国友好的这个基本的格局不会变。至于说你刚才提出了有一个议员是穆盟的，提出来歼十 C 这个项目呢，对巴基斯坦不是很合适。一个
可能他有他的论点。第二个，其实呢也是对执政党呢提出一个反对意见而已，为反而反，为反而反。其实即使默盟他们上台了，大家可以等着，一定还会进口中国的武器装备，这点是不会变的。我记得当年伊姆兰汗刚上台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评论说，有可能这个人不会对华友好，因为他所在的党派呢，就不像这个穆盟谢里夫这个党派，他们那个对华友好关系那么好。那结果上台之后发现啊，哎，一样的好。巴基斯坦的境内啊，不可能出现一种来反华的势力能翻上天，应该是目前来看不可能的。对，而且呢，有很多中国的投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当然了，经济利益是一个方面，战略利益，中巴之间确实是一个铁盟的关系，没有任何这个其他国家能够代替这种关系。所以呢，对于这个国家，我们希望的政局稳定、国泰民安。假如有什么变更，我觉得两国关系一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好，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讲解。关于巴铁会不会发生颜色革命这事儿，看来呢还是杞人忧天了。希望呢以后中巴关系进一步发展，未来也希望巴基斯坦的经济呢也会尽快的复苏增长。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